各位，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每天早上闹钟响了，明明睡了很久，爬起来却还是觉得整个人被掏空，或者明明吃的跟以前一样，体重计上的数字却莫名其妙一直往上飙。如果你也有这些困扰，我想先跟你说一句，放轻松，这真的不是你的错。在这次的图解解析中，我们就要来揪出导致你每天这么累、体态又失控的真正大魔王，并且教给你一套能立刻照着做，把身心主导权抢回来的实用蓝图。准备好了吗？我们直接开始吧。好，我们直接切入重点。回想一下你最近的状态，是不是觉得莫名其妙的累，情绪像云霄飞车一样忽高忽低，甚至对以前超爱的事情也完全提不起劲？很多人遇到这种状况，第一反应都是无奈的想说，唉，大概是老了吧，或是自责觉得我最近真的太废了。但其实啊，这背后是有个非常具体的生理机制在偷偷搞鬼的。没错，隐藏在这些症状背后的幕后黑手，就是你的内在指挥官，也就是你的内分泌系统。你可以把荷尔蒙想象成你身体里一群超级过劳的化学传令兵，他们跟着血液到处跑，精准地控制着你新陈代谢的快慢、情绪的起伏，甚至决定你今天晚上能不能秒睡。他们就像是一个总指挥，在无形之中调度着你身体这座超大型的交响乐团。今天这场荷尔蒙觉醒之旅呢，我们分4个阶段来进行，从寻找幕后黑手、剖析3大成因、看懂失调的连锁反应，到最后教你怎么夺回主导权。第一阶段，寻找幕后黑手。我们要像侦探一样潜入身体深处，看看这些化学传令兵到底都在忙些什么。从画面上这些关键任务，你就会发现，千万别以为荷尔蒙只有青春期长痘痘或是更年期才需要管。从你刚吃下的便当怎么变成能量，你今天心情美不美丽，到晚上的睡眠深度，甚至是性功能，全部都是荷尔蒙说了算。这根本就是我们每一天活着的最基本防线啊！这里有一段话形容的超级贴切，想象一下哈，你的身体是一个顶尖的交响乐团，各个器官是乐手，而荷尔蒙就是乐谱。只要有一种荷尔蒙，比如胰岛素、皮质醇或是雌激素，只要稍微走音了，整个身体的节奏就会彻底打乱。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明明只是一个小小的内分泌失调，却会让你觉得整个人都不对劲。第二阶段，剖析3大成因。既然这场交响乐这么重要，那为什么还会走音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干扰了我们的内在指挥官？影响荷尔蒙波动的原因，简单来说分2种。左边是我们躲不掉的自然变化，像是青春期、怀孕或是更年期。但我们真正要注意的是右边的人为变化，这才是现代人荷尔蒙大崩坏的元凶。我们每天承受的慢性压力、报复性熬夜、吃一堆高糖分的食物，还有环境里的化学毒素，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烂摊子。但好消息是，这些也是我们能控制的。就算撇开人为破坏不谈，光是自然老化就够有杀伤力了。你知道画面上的这个1到2% 代表什么吗？研究显示，男生过了30到40岁之后，体内的睾固酮浓度每年就会以这个数字持续往下跌。难怪很多男生到了中年会突然觉得体力断崖式下降，肌肉大流失。这真的不是错觉，是数据会说话。再来看看这张最心机的图表，我们身边其实到处都是隐形杀手，也就是环境荷尔蒙，简称 EDC。你每天拿来装热汤的塑胶碗，洗完澡香喷喷的沐浴乳，里面都可能藏着双酚 A 或塑化剂。它们超狡猾，会戴上面具，假冒成雌激素，骗过你的身体，把你的内部网路搞得天翻地覆。当然，还有第3种成因，就是病理跟药物的干扰，像是甲状腺低下这类的自体免疫疾病，或者是因为治疗需要长期吃抗忧郁剂或类固醇。
这些必要的医疗手段，有时候会不小心把你大脑发出的天然荷尔蒙讯号给静音了。这也是我们在评估身体状况时一定要考虑进去的。第3阶段，失调的连锁反应。如果我们继续装死，对这些警讯视而不见，最后到底会付出什么代价？答案是非常惨烈的连锁反应。首先发难的就是你的身体，当荷尔蒙崩盘，你的基础代谢率会直接跳水，接着就是肚子上那圈怎么减都减不掉的顽固脂肪，好不容易练出来的肌肉快速缩水，甚至一把年纪了还在狂长烂痘。最折磨人的是那种慢性疲劳，就算你周末狂睡10几个小时，醒来还是觉得累到爆，那种身体完全不听使唤的感觉，根本是噩梦，对吧？更可怕的是，大脑也是重灾区。当雌激素或睾固酮失衡，会直接干扰你大脑里的神经传导物质，像是负责传递快乐的血清素。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突然大脑宕机，出现严重的脑雾，或是被突如其来的焦虑、忧郁感淹没，整个人变得超易怒，连带性欲也跌停板。这真的不是你想太多，是你的大脑化学机制被绑架了。长期下来，这甚至会变成危及生命的未爆弹。长期的荷尔蒙失调加上环境毒素累积，会让第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跟骨质疏松的风险直线飙升，甚至大幅增加女性罹患乳癌、男性前列腺出问题的几率。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不舒服，而是绝对不能再拖的健康危机了。第4阶段，夺回主导权。好，大家先深呼吸。刚刚听起来有点吓人，对吧？但了解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现在我们要来谈谈具体到底该怎么做。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彻底切换我们的心态。这句话完全打中痛点。荷尔蒙健康不是一种只能被动等医生开药的病，它是一项你必须自己跳下来盯场的生活管理工程。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个妩媚的病患，而是你自己这家身体公司的 CEO。为了帮大家好好做好这项工程，资料里为我们梳理出了一套超实用的4步蓝图，从换掉身边的毒素、吃对原料、睡对时间，到聪明运用医疗资源。这不是什么打高空的大道理，而是你今天听完就可以马上跟着做的行动清单。第1步超简单，就是无痛替换。既然环境荷尔蒙这么毒，我们就别让它进到身体里。只要把装热食的塑胶碗换成玻璃或不锈钢，把你浴室里那瓶香到有点不自然的沐浴乳换成成分单纯的天然手工皂。光是这2个小动作，就能帮你的内分泌系统挡下超多不必要的攻击。漏洞补起来之后，第2步就需要给身体工厂送进最顶级的原料，多摄取优质脂肪，像鲑鱼的 Omega-3 或坚果，多吃花椰菜这类的10字花科蔬菜，能帮肝脏加速把毒素扫地出门。如果是男性的话，记得把锌、镁和维生素 D 补满，这可是让睾固酮维持在巅峰状态的秘密武器哦。接着是第3步，请牢记这个黄金密码7到9，这是你每天晚上必须睡满的小时数。拜托，睡觉真的不是在浪费时间，这是你内分泌系统的黄金大保养。只有在深层睡眠时，身体才会大量分泌生长激素来修复细胞。睡眠不足，你的身体工厂就是在天天超时加班，迟早会大罢工的哦。在作息上，把重量训练跟有氧运动加进生活里，这能有效提升你的胰岛素敏感度。每天花点时间深呼吸或冥想，把那个讨人厌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降下来。最后第4步，如果你真的很认真做了以上这些，却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请直接去找内分泌专科医师，透过抽血看数据，在医师的安全监控下进行荷尔蒙补充疗法。该用现代医学当武器的时候，就千万别客气。
各位，搞懂荷尔蒙其实就是在重新认识我们自己身体的运作逻辑。现在工具和蓝图都交到你手上了。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面对接下来的每一天，你是要继续装死，任由环境毒素和烂作息去乱弹你的身心交响乐，还是你已经准备好从下一顿饭，从今天晚上的睡眠开始，强势夺回你身体总指挥的宝座了呢？希望这次的解说能带给你满满的行动力。我们下次见。